兄弟們，每到這個時候，一個重要的冠軍都出爐了。昨天曼城將阿森納親手送上了夺冠之路，今天老 K 非常欣賞的埃梅里，咱們的欧联杯之王，終於又帶領了維拉3-0狂勝弗莱堡，第5次夺得了自己的欧联杯。而阿斯顿维拉队也終結了30年的冠軍荒，队史上首次夺得了歐聯杯冠軍。要知道，上一次還得追溯到95到96赛季維拉隊奪得的英國联賽杯冠軍。而且他們自從1982年贏得了歐冠冠軍和歐洲超级杯冠軍之後，時隔44年，這是再次贏得歐戰獎杯。是的，咱們維拉也有光榮的歷史，1982年還獲得過歐冠。現在讓老 K 正式將歐聯杯重新定義為埃梅里杯。埃梅里带領了4支球隊，這是第6次參加歐聯杯決賽。他過去率領塞維利亞隊實現了歐聯的3連冠，又帶着比雷亞雷亞爾奪得隊史首個歐聯杯冠軍。只有在2019年帶領阿森納時失手過。過去更多執教二流豪門的埃梅里，這是他執教生涯的第12個冠軍。他一共獲得了5次歐聯杯、1次法甲冠軍、2次法國杯冠軍、2次法國聯賽杯冠軍，還有2次法國超級杯。這樣維拉隊也就鎖定了這賽季歐洲超級杯的參賽席位。而無論冠軍是誰，無論是阿森納還是大巴黎，埃梅里都將面对自己的救主。现在真的讓老 K 暢想一下，因為本賽季說過多次，阿森納就像1999年的曼聯，所以為什麼最後一場不可以是阿森納戰勝大巴黎奪得歐冠呢？最有意思的是，埃梅里唯一一次歐聯決賽被克是帶阿森納，那麼本賽季的歐洲超級杯，他跟阿森納的羈絆才真的是拉滿。對了，想起那一次帶阿森納踢歐聯杯決賽，沒有辦法，阿扎爾球王級別踢這種比賽簡直是降維打擊。那一年說實話確實踢不過切爾西，巔峰的阿扎爾在比賽中有時候是拿他沒有任何辦法。而埃梅里呢，有點像小號的穆里尼奧，他是屬於歐聯這個級別的頂級冠軍，但是帶不了歐冠隊。無論是帶大巴黎還是阿森納，埃梅里過去也曾經一地雞毛，各種被球員狂懟。到了倫敦之後，輸球就怪當時的女友是白女巫害他輸球。对了，老 K 還想起那一年的切爾西不僅有巔峰阿扎爾，還有巔峰的坎特，這樣的中場一攻一守簡直太狂了。還有，這裡必須說明一下，過去老的賽制，當年的歐冠小組第3都會去踢歐聯的1/8決賽，所以過去的歐聯確實不好踢。這也是為什麼埃梅里帶塞維利亞能夠3奪歐聯。塞維利亞當時作為歐聯冠軍，每次進了歐冠小組第3被淘汰之後，直接又去踢歐聯杯，所以才連續3年歐冠小組被淘汰。結果呢，塞翁失馬焉知非福，3年在歐聯杯奪冠。但現在歐冠改制之後，瑞士輪歐冠區隊伍沒有出現，也不能再去踢歐聯了。所以埃梅里帶着塞維利亞在歐聯杯3連冠的歷史，未來也許再也不會出現了。另外，如果曼城末輪在維拉身上拿3分，並且利物浦戰勝小蜜蜂，英超可能就能拿到6個歐冠席位，利物浦應該問題不大。所以就是維拉隊，他們奪冠派對之後應該去喝大酒，下一場可能會放。維拉隊將決定下賽季到底英超是幾支球隊參加歐冠。還有從陰謀論的角度講，聯賽的利益第一位，這種情況下做一做比分嘛，讓6個隊都去踢歐冠。至於小蜜蜂，在這種時候就不要為難利物浦啦。朋友們，今天又過來跟兒子一起參加比賽。但即便如此，也不忘記給大家做視頻。咱們好像除了大年初一就從來沒有休息過，這樣的勤奮，希望您能點個讚支持一下，甚至點個訂閱，那就太感謝了。好，咱們繼續。今天比賽第41分鐘，羅傑斯在左路的助攻，蒂勒曼斯一腳非常瀟灑的凌空抽射破門。說真的，這腳打門之舒展是每一個踢球的人的夢想。弗萊堡的噩夢上半場還沒有結束，第47分鐘上半場補時階段，布恩迪亞接球後轉身用左腳兜射打進了一個10分角世界波，這一左一右的2個世界波把維拉隊的狀態直接彰顯無疑。比賽第58分鐘，羅傑斯在左路左晃右晃助攻中路的布恩迪亞再下一城3-0，雙方的實力差距過大，弗萊堡是真打不過，44年後再奪歐戰冠軍。而維拉隊的林德洛夫，也就是過去曼聯的老將，他在2次歐聯杯亞軍之後，這次終於得以圓滿。那麼恭喜維拉隊21世紀第1個冠軍。遙想幾年前，維拉隊還跌入過英冠，上賽季遺憾沒有進入歐冠。這賽季剛開始，大家還記得老 K 當時節目裡也說了，連場不勝，再加上近幾年受到很大的財政壓力，走到如今這一步實屬不易。
首先就要感謝埃梅里，然后也離不開球員們的拼搏。阿斯頓維拉這支老牌英超強隊的復興，老 K 在94年左右有一件他們的球衣啊，当然也是盜版了。我一直很喜歡維拉隊球衣的配色。那麼多說一句，維拉隊的定位球也是真的很強。本場比賽我們能夠看到定位球的設計非常的精彩，他們也有一個非常出色的定位球教練。現在英超各隊無論是哪種定位球都是他們的得分利器。這位定位球教練麥克菲，他還兼職葡萄牙國家隊的定位球教練。而門將方面的大馬丁內斯，他在維拉隊的歷史上的地位非常高，沒有他，維拉隊這幾年也走不到現在。好，球員方面，摩根·羅傑斯射門4次，射正2次，全場最高。這位23歲年輕的中場，本賽季已經首發51次，14個進球，11次助攻。最近2年他的穩定發揮也是維拉躋身強隊的關鍵。在歷史上，自2001年的傑拉德以來，在歐戰重大決賽進球最年輕的英格蘭球員就是今天的羅傑斯。當年的傑拉德才20歲351天，今天的羅傑斯23歲298天。而本賽季各項賽事拿到11次助攻，也是所有英格蘭球員中在英超最多的。效力維拉这3個賽季，羅傑斯一共打進30個進球，送出25個助攻。下賽季切爾西、阿森納、大巴黎都看上他了。他的轉會市場價值已經高達8000萬歐元，但如果沒有1.1個億，維拉是無論如何不肯賣的。他能踢左邊鋒，也能踢前腰，身體對抗很強。在左路除了 K77、小熊維尼修斯和姆巴佩，接下來也許就要算羅傑斯了。他持球推進的能力是世界級的，而且妥妥的鐵人，整個賽季沒有缺席一場比賽。這個可以邊路可以中路的打法，其實阿森納是非常合適。如果去阿森納，左邊鋒位置可以直接上位，還有歐冠可以踢。那麼羅傑斯今年夏天到底是轉會切爾西，還是阿森納，或者曼聯，或者大巴黎？這也是接下來幾個月咱們最值得關注的轉會之一。切爾西這邊阿隆索來了之後，打的如意算盤是能不能把加納喬賣掉？8000萬英鎊挖來羅傑斯，如此這般這樣的升級，這樣的如意算盤，阿隆索就沒了。要知道市場上在英超能夠連續2個賽季進球助攻都上雙的還不多，而且關鍵年輕啊，羅傑斯只有23歲，身體又是鐵打的，從來不受傷，1.88米的身高，對抗從來不吃虧。今天的決賽能看出他的狀態太頂了，如果能拿出今天的狀態，到了世界杯他也是戰神，能傳能射，關鍵時刻又總能站出來，世界杯用他會比帕爾默更好。就怕過去羅傑斯在國家隊神一陣鬼一陣，有時候又感覺他踢得實在太糟糕。不過如果每場能替補出場，那麼羅傑斯問題不大。今天這球傳得太漂亮了，老 K 看这場比賽最大的明星就是他。另外29歲的阿根廷中場球員布恩迪亞，現在阿根廷隊的主教練斯卡洛尼，他正在考慮額外的多徵召一些球員，目的是防範可能出现的傷病。所以斯卡洛尼正在考慮補充邊鋒，2個重要人選就是布恩迪亞還有羅馬隊的蘇萊。而今天在自己最大的舞台，布恩迪亞的表現直接拉滿，差一點點就2個進球1個助攻，實在可惜。而且第2個球確實非常漂亮。布恩迪亞由於他的姓氏和《百年孤獨》的主角完全一致，所以有一個漂亮的外號叫上校。《百年孤獨》這本馬爾克斯的名著裡面，核心人物布恩迪亞上校是一生征戰充滿了傳奇色彩的革命軍領袖，所以維拉隊的球迷和媒體便直接借用了這個家喻戶曉的外號，叫他上校。今天無敵的上校完美的表現，希望斯卡洛尼再看這場比賽。去阿根廷隊他的實力當個替補，甚至作為主力輪換綽綽有餘。就今天的狀態，左路有個他，右路有個梅西，左右開弓。老 K 客觀的呼籲斯卡洛尼聽聽我的節目，這個人真得帶上，世界杯應該給個機會。1個月後在世界杯的賽場上，不知道斯卡洛尼會不會想起今天歐聯杯決賽後老 K 的節目。這樣的神仙球10分腳的世界波，這一腳也太帥了。這一記精彩的左腳世界波不僅為維拉隊在半場過後就取得2-0的領先優勢，而且讓維拉隊本賽季各項賽事20次遠射得分，在同期所有的英超球隊當中排名第1。阿斯頓維拉這支球隊沒有像亞馬爾那種超級球星，但每個人就是很實在，踢得都很好。上賽季上校布恩迪亞被外租給了勒沃庫森，這也是因為他在維拉隊遭遇了嚴重的傷病，讓自己的職業腳步差點停下來。上賽季布恩迪亞本來有機會離開維拉，可今天他談到，在真正租借離開維拉之後，他才真切感受到了維拉在他心中的分量。外租的經歷讓布恩迪亞收穫良多。
所以本賽季他也是拼盡一切努力在教練埃梅里面前證明自己。老觀眾都知道老 K 最喜歡這樣逆襲的故事。同樣的還有今天的蒂勒曼斯，同樣也是29歲阿斯頓維拉右腳的中場球員8號。蒂勒曼斯是過去狐狸城萊斯特城的老將了，今天這打破僵局的一腳重炮，不停球凌空抽射是真的帥。作為比利時的隊長，比利時球員的遠射是人人有自己的絕活。其實上半場蒂勒曼斯踢得還不算很好，總是在後場帶球丟失球權，但偏偏就是他上半场結束的時候進球了。這個角球設計的也新穎，打得非常漂亮，讓人想起過去皇馬齊達內的天外飛仙。而維拉隊不得不說，他們31歲的老隊長蘇格蘭人麥金。維拉的老球迷都知道，場上精神力量最強的就是他。年紀雖然不小，但下盤跟個石墩子一樣，各種扛人，各種接球護球。當麥金的大屁股一支棱起來，誰的球都碰不到。本場比賽維拉的輪轉能打出來，全靠隊長的大屁股。所以英超啊，有許多這樣的工兵型中場，不顯眼但非常實用。今年的夏窗，麥金已經吸引了埃弗頓莫耶斯的注意。埃弗顿想在未来幾個月加強自己中场的核心配置，那麼就想引進麥金，為自己的陣容增添更多的深度和質量。但是難度很大，因為維拉隊將麥金視為自己的關鍵人物和領袖。好，門將大馬丁內斯更不用說了，他的觸球次數比有些前鋒都多。大馬丁今天又延續了自己不可思議的記錄，他職業生涯7次出戰決賽全部奪冠，分別是隨阿森納拿到的足總杯、社區盾杯，隨阿根廷拿到的美洲杯、歐美杯、世界杯，還有今天隨維拉队拿到的歐聯杯。所以也挺有規律，從咱們漢語來看呀，只要他加入阿字開頭的球隊，無論是阿森納、阿根廷還是阿斯頓維拉，只要進決賽就能贏，這才是真正的獨一無二的大賽型門将。聖馬丁過去說過自己已經跟着國家隊奪冠，接下來想給維拉带來一座冠軍，所以今天他也哭了。這也是大馬丁作為俱樂部的主力門将獲得的第1個冠軍。咱們馬師傅每奪冠必哭，1.95米的大個子卻是個大哭包，但不少球迷都覺得這樣的男人太性感了。接下來讓我們聚焦一下低配版的穆里尼奧，埃梅里到底為什麼這麼神？埃梅里這次到了維拉也徹底盤活了這支老牌勁旅，麾下的球員沒有人對他不心悅誠服。有時候在維拉，即便很長的時間反覆開展一些戰術視頻的分析課，但隊員們從來都毫無怨言。埃梅里在訓練基地的日常訓練時長從來不超過90分鐘，而且內容很充實，形式都很新穎。他有時候会安排全體球員没有球就11人對抗訓練，沒有球的對抗訓練。這個目的是要強化每名球員在場上站位的紀律，而且還會親自上前去挪動球員的站位，直觀地講解戰術的要點。除了轉會窗口期間，埃梅里其他時候都是全身心投入訓練工作。如球員蒂勒曼斯对他的評價，埃梅里和其他主教練最大的不同就是他從不在意外界的流言蜚語，只要你用實力贏得他的信任，即便賽場發揮失常，偶爾出現失誤，他也會始終站在你身後支持你。只要你不負他，他便永遠不會辜負你。埃梅里能和值得重用的球員建立起一種獨特的深厚情誼，一旦建立了這份羈絆，他便會傾盡全力扶持球員的成長，球員自然也會堅守初心，不忘主教練和球隊的重託。所以老 K 聽這句評價就感覺他真的很像穆里尼奧。有的球員和穆里尼奧確實合不攏，但只要遇到那些真正能夠燃燒自己全身心在足球付出的隊員，那這種球員往往就能和穆里尼奧建立起那種羈絆。所以下個賽季穆里尼奧到了皇馬之後，跟姆巴佩跟維尼修斯的關係到底如何發展，這是個巨大的謎題。但可以肯定的是，老帥穆里尼奧絕不會改變，關鍵就看姆巴佩和維尼修斯如何處理自己和他的關係，如何處理自己跟足球的關係。对了，今天維拉隊首奪歐聯杯冠軍，擊敗的是德國球隊。巧合的是1982年他們也是擊敗德國俱樂部才拿到了歐冠冠軍。維拉隊今年在英超拿到第4，這支球隊的精神就像大馬丁內斯今天一樣。大馬丁今天在熱身的時候弄斷了自己的手指，但是這根本擋不住他，手指骨折仍然零封對手。馬丁內斯賽後說，我以前可從來沒有手指骨折過，今天每次我接球，球都會往另一個方向走，但這些都是你必須經歷的事情，我為能夠捍衛維拉的榮譽而自豪。所以這才是爺們兒，太強了，斷檔式的領先。而阿斯頓維拉這個球隊也一樣，他在老 K 心目中就2個字來形容，強硬。好的，冷知識，
威廉王子是知名的阿斯顿維拉死忠球迷，曾经多次现场觀看他們的比賽，所以這場歐聯杯決賽當然不例外。這位現任英國王儲前往伊斯坦布爾現場觀看了比賽，也現場見證了維拉時隔44年再度奪得歐戰冠軍獎杯。It looks a bit like this. Prince William and the Aston Villa fans here absolutely delirious. 2 incredible goals and Villa well on their way. 這主要是因為威廉王子11歲的時候，學校裡的好友都是維拉隊的死忠，所以也帶他去現場看過維拉隊博爾頓的足總杯。那一次現場氛圍讓他強烈的找到了自己的歸屬感。在其他許多同學都迷曼聯、迷切爾西的時候，咱們威廉王子不想跟風豪門，偏偏要選擇不是流水線，在中游波動比較大的球隊，追求那種情緒的過山車。而加上自己出生年份1982年，正好是維拉拿歐冠的年齡，所以威廉王子自認自己和維拉俱樂部有一種歷史性的綁定。當2016年維拉降級後，威廉王子反而更加投入，還匿名的去逛維拉的球迷論壇，和網友辯論。這種個人的童年選擇加上巧合，威廉王子成了維拉的死忠。今天賽後他也在社交媒體發文寫道，真是一個令人驚嘆的夜晚，我向所有的球員、教練組、工作人員以及所有和俱樂部有關的人致以最熱烈的祝賀。距離我們上一次捧起歐洲獎杯已經過去44年了。我還要特別向布巴卡爾·卡馬拉致敬，他一直因為傷病缺陣，但他是我們球隊不可或缺的重要一員，並為這次成功奠定了基礎。UTV 維拉加油 ，VTID 維拉至死不渝。所以咱们這支皇家阿斯頓維拉隊已經官方宣布，5月21日將在伯明翰市中心舉行敞篷巴士的奪冠遊行。本賽季他們在歐聯杯賽場的第13場勝利，也追平了11到12賽季馬競當時創造的歐聯杯歷史單賽季單一球隊的取勝場次紀錄。多說一句呀，許多人都已經遺忘的前曼聯球員桑喬，今天隨維拉捧得歐聯杯，而且他自升入一線隊後，已經跟着4支球隊都有冠軍呀。在多特蒙德，他拿到了德國超級杯、德國杯；在曼聯，他拿到了聯賽杯；在切爾西，他拿到了歐協聯杯。這次維拉又拿到了歐聯杯。所以踢球的水平雖然下滑嚴重，但桑喬這個事業運是真的好。今年夏天他也將成為自由球員，才剛剛26歲，但即使到了維拉，聯賽也僅僅首發了9次，進球0，助攻2個。今天最後替補上來打了9分鐘，這2年躺了2個冠軍，舒舒服服的。這家伙是真能混日子，不混日子的時候拿不到冠軍，這混了2年就拿了2個重要冠軍。給桑喬提個醒，以後可以不踢球，開個彩票站自己刮彩票吧。這種運氣你會成為英格蘭首富的。曼聯的隊長比費在老特拉福德還一事無成，咱們桑喬卻連續3年都有歐戰的決賽踢，還能2年2個冠軍。這樣的玄學，不知道桑喬明年能不能打上歐冠決賽。好，接下來看皇馬。穆里尼奧的事情已經定了，他將和皇馬簽約2+1年。這份協議已經得到所有相關方批准，包括律師團隊，包括穆里尼奧的經紀團隊，還有皇家馬德里方面。至於薪水，本周初早已達成一致。穆里尼奧會等待皇馬對畢爾巴鄂競技的比賽之後再前往馬德里。有意思的是，國際米蘭的中後衛巴斯托尼還給羅馬諾報道穆里尼奧將和皇馬簽約的動態點了讚。要知道巴斯托尼是今年夏天最炙手可熱的中後衛之一，所以他的這條公開互動迅速在網絡上走紅。此前他一直是巴塞羅那補強中後衛的熱門人選，但是有記者報道，巴斯托尼的個人風格沒有完全打動巴薩的主教練弗里克，所以他轉會巴薩的計劃暫時擱淺。而另一方面，應穆里尼奧的明確要求，皇馬計劃在今年夏天加強防守，包括邊後衛，包括中後衛。而巴斯托尼是同位置上最傑出的球員之一，但是國際米蘭的估價達到7000萬歐元。現在有消息，穆里尼奧眼中目前的這支皇馬陣容完全不平衡，在某些位置人員嚴重堆積，可有些位置呢卻缺少真正有力量的輪換深度。所以到了高強度比賽，一旦核心球員狀態下滑或者受傷，皇馬整體的穩定性就會明顯下降。穆里尼奧認為他在本菲卡的舊將尤爾曼德將是前往皇馬計劃中一個基礎的核心部分。穆里尼奧現在看上了葡萄牙體育的中場尤爾曼德，已經要求皇馬盡量簽下他。26歲的尤爾曼德跟葡萄牙體育的合同將在28年到期，他的價格可能在5000萬歐元左右。
這位丹麥中場在葡萄牙體育每賽季的進球在3-4個左右，本賽季各項賽事首發43次，還有6個助攻。這位丹麥的防守型中場已經吸引了曼聯、曼城、尤文图斯的興趣。他的球風硬朗，攔截能力很強，出球也穩。穆里尼奧將他視為皇馬中场重建的鐵腰的人選。另外，穆里尼奧也盯上了過去執教曼聯時期的邊後衛達洛特，非常欣賞他的全面性和執行力。達洛特甚至已經進入了穆里尼奧的特別引援名單。確實，老 K 過去看達洛特也走了眼，就覺得他沒有特別優秀的一面，但是出場率特別高。不過本賽季咱們節目中也說了，在阿莫林走之前給達洛特開了小灶，現在在卡里克的麾下，達洛特也是越來越穩，很綜合，很全面，是後防線的鐵人。雖然上限不高，但下限很高，出勤穩定，精神屬性也強，有點像2004年夏天穆里尼奧從波尔图帶到切爾西的邊后衛保羅·費雷拉。但是達洛特比費雷拉似乎要更硬朗許多，所以能夠看出穆里尼奧到皇馬這次不僅要徹底掌控更衣室，還必須在皇馬的未來體育規劃和引援上，他要擁有決定性的話語權。他本賽季率領本菲卡曾經和皇馬交手，已經敏銳地察覺到目前這支皇馬陣容有幾處軟肋。那麼老 K 是希望老佛爺放權。大家還記得2012到13賽季，當時歐冠半決賽皇馬被多特蒙德淘汰之前，穆里尼奧留下過一句金句：我只希望皇家馬德里能贏得歐冠，無論主帥是不是我。所以過去這種大權獨攬的建队模式對穆里尼奧來說太熟悉不過了。在第一次執教皇馬的時候，他不僅重新塑造了皇馬的鐵血競爭精神，而且當時確立了一套極具前瞻性的轉會策略，也就是在一些天才球員徹底爆發之前，就將他們招至皇馬。這種引進方法既具戰略眼光，又極具性價比，而且球員來了皇馬還擁有巨大的成長空間。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莫德里奇。2012年夏天，許多人都瞧不上莫德里奇的時候，是穆里尼奧力排众议，親自推動皇馬簽下當時還在熱刺的克羅地亞人莫德里奇。當時莫德里奇加盟皇馬，伴隨着無數的質疑，無數的批評，但穆里尼奧始終是他最堅定的支持者。除了莫德里奇之外，当年穆里尼奧還做主引进了迪玛利亞，引进了赫迪拉，這些球員到了皇馬都取得了巨大成功，這證明穆里尼奧具備強大的選材和組隊能力。但是有一點，現在巴塞羅那的拉什福德已經傳出他對轉會穆里尼奧手下絲毫沒有興趣，他100%專注於巴塞羅那，所以這就讓穆里尼奧想簽下拉什福德給巴薩制造麻煩的想法落空了。可問題在於，現在曼聯堅持要執行和巴塞羅那簽訂過的租借協議中已經包含了3000萬歐元的買斷條款，所以巴塞羅那最後如何選擇還值得再看看。另外，曼聯本來今年夏天想簽下巴爾韋德，可這個計劃很可能被穆里尼奧親手叫停。據說穆里尼奧已經將巴爾韋德視為非賣品，無論外界興趣多強都不會放人。這是個大好消息，因為皇馬球迷都知道，無論巴爾韋德在場外惹下多少破事兒，可到了球場上他就是鐵驢，踢法既強硬，而且就像驢一樣，永遠不需要下場。那麼還有曼城的羅德里，據說也是皇馬下賽季的首要引援目標之一，因為穆里尼奧已經傾向於在未来在皇馬中場使用雙後腰陣型。羅德里經驗豐富，他除了能在中場發揮作用，還能在更衣室扮演重要的領袖角色。但是看了曼城最近的比賽，羅德里的狀態確實已經爛成這個樣子了，在自己家禁區附近丟了許多球權，所以羅德里真來了皇馬是好事還是壞事還很難講。想一想阿拉巴，許多年紀大的球員到了皇馬，最後就是養傷再養傷。老 K 就希望盡量不要買這種有傷的老將，最好還是世界杯剛冒頭的某一個現在的未知球員。 OK， 插播一條輕鬆一下，因為咱們說到皇馬維尼修斯，最近他的前女友維吉尼亞·豐塞卡在社交媒體曬出了自己和猴子的畫面，但由於剛剛才跟維尼修斯分手，所以許多網友都認為這條動態和兩人的分手有關係。維吉尼亞在動物園和一隻小猴子近距離互動，還親吻了對方。他在視頻中配文，這一下抓的也太緊了吧。但是沒想到引起了網友們胡亂的猜想。最近維吉尼亞也親自回應，他表示外界對視頻存在誤解，自己從來沒有想要冒犯任何人的意圖，而且強調無論是否和維尼修斯在一起，他都會繼續支持維尼修斯，反對種族主義。哈哈，本來親小猴子挺可愛的事情，
網友們非要過度解讀，其實維吉尼亞找個更帥的有什麼錯？好，再看看巴塞羅那這邊，剛剛舉行了賽季慶功宴，慶祝他們本賽季贏得西甲聯賽冠軍，還有超級杯冠軍。最值得注意的是，亞馬爾帶上了自己新女友出席，他公開與塞維利亞網紅伊內斯·加西亞一同出現。亞馬爾的審美進步明顯呀！他和這位女網紅此前剛剛有照片被曝光，兩個人在希臘一起度過了球員的假期。這位伊內斯·加西亞是西班牙社交媒體的博主，他日常發布的內容都是生活呀、時尚的穿搭呀、生活方式為主。兩人在社交媒體上早就是互相關注的狀態。我的感覺姿色不錯，審美觀念在線。過去有內馬爾精選，未來的亞馬爾精選估計眼光會越來越好。小孩哥也是徹底搞明白了，社交媒體可以不玩的，但生活還得繼續。好，這次奪得聯賽冠軍，巴薩的主席拉波爾塔還向每一個成員贈送了一塊豪華手錶勞力士。不過與往年不同，圍繞一線隊工作的其他員工沒有收到禮物。現在關於巴塞羅那和拉什福德的消息，這個三方的博弈最新的動向，巴塞羅那願意支付3000萬歐元給曼聯，但是希望球員要降薪。總之，不管是曼聯吃虧還是球員吃虧，咱們巴薩不能吃虧。也不知道是真是假，繼續觀察。但另一方面，盡管巴薩俱樂部財政狀況依舊緊張，但還是拒絕了2比0轉會費的交易，拒絕了弗拉霍維奇，拒絕了伯納多·席爾瓦。雖然這2名球員主動向巴薩示好，而且轉會條件很友好，甚至可以免費，但現在主教練弗里克和管理層更看重陣容結構和薪資平衡，而不再是看到大牌球員就想簽。還有，在萊萬離隊以後，現在對費蘭托雷斯的態度也轉變了。過去一度考慮將費蘭托雷斯作為交易的籌碼，曾經想加入對阿爾瓦雷斯的交易中，當時這也讓費蘭托雷斯非常不滿。而如今，隨着主教練弗里克越來越欣賞費蘭托雷斯，巴塞羅那俱樂部願意重新啟動續約談判。可問題就是，費蘭托雷斯能成為巴薩未來的主力9號球員嗎？要說這2個賽季在歐冠的淘汰賽，在國王杯的關鍵比賽，在西甲有些時候，費蘭托雷斯表現的並不差，但他的特點是狀態差的時候替補都混不上。我覺得作為輪換可以，可是用他打主力中鋒，那麼巴塞羅那想拿歐冠冠軍還是難呀。哈哈，好，再看看拜仁這邊，主教練孔帕尼去慕尼黑的瑪利亞廣場想參加奪冠慶典，卻忘記了帶來德甲的冠軍獎盤，最後不得已讓他的妻子緊急將獎盤送了過來，最終是由警察交到了拜仁慕尼黑全队手中。這是上周6晚孔帕尼在內部的慶功派對上叼雪茄，載歌載舞，派對狂人。之後他就把冠軍獎盤帶回了家，結果到了周日中午想去公開的奪冠慶典時，獎盤卻不見了。後來在接到孔帕尼的緊急求助電話以後，他的妻子立刻從高檔的別墅區驅車趕往慕尼黑市中心。當時拜仁全隊已經抵達，最後妻子是和新任的市長一同走進市政院內院，而獎盤則由警方護送到達現場。能看到一名警員高高的舉起了冠軍獎杯。這次非常荒誕的特殊任務讓所有人都忍俊不禁。好，另外拜仁方面跟曼城的後衛格瓦迪奧爾聯繫在了一起。格瓦迪奧爾在瓜迪奧拉走後正在促成自己離開曼城，但拜仁方面呢，对簽下他所需要花費的9000萬歐元轉會費存在疑慮。在格瓦迪奧爾過去效力萊比錫期間，他就是拜仁的忠實球迷，當時拜仁也曾經將他列入引援名單。不過據說通過談判有可能將轉會費壓到7500萬歐元。現在格瓦迪奧爾因傷缺席了從1月到5月的比賽，所以健康才是最大的隱憂。另外，曼城的斯通斯也被推薦給拜仁，還有曼城方面願意以5000萬到6000萬歐元的價格出售塞維尼奧，就不知道到底誰肯買了。拜仁是寧願考慮免簽斯通斯，因為主教練孔帕尼過去和他做過隊友，孔帕尼了解他，覺得他不錯。好，刚刚當上了切爾西新任主教練的阿隆索，他希望能簽下德甲勒沃庫森的邊翼衛格里馬爾多。這位現年已經30歲，本賽季完成了14個進球12個助攻，發揮仍然出色。但是切爾西過去只簽年輕球員，
所以如果這次簽下30歲的格里馬爾多，也代表着切爾西高層的轉會策略會有所變化。哈哈，阿森納方面，今天呀，名嘴皮爾斯·摩根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調侃曼城的球迷水平哥。他寫道：“我真想在酋長球場外給這個水平哥立一座雕像，感謝他憑借一己之力激勵我們阿森納奪得聯賽冠軍，謝謝你兄弟。”而在阿森納提前贏得英超冠軍以後，阿森納的球員因卡皮耶還在慶祝活動中嘲諷了水平哥，他對着一個很相似的瓶子痛飲，借此進行了回應。而水平哥自己呢，在上轮比赛0-1落後伯恩茅斯的時候，他已經完全沒有過去的意氣風發，只剩下了已經徹底笑不出來的凝重神情。所以真此一時彼一時也，這典型的败人品行為，老 K 確實很喜歡的，就喜歡這種梗。足球世界，足球生活本質上就是娛樂，大家開心比什麼都強。咱們阿森納的加布里埃爾還更新了社交媒體動態，轉發了水平哥的照片，也對他進行了調侃，配了一個文寫道：“想太多嘍。”所以再次恭喜阿森納拿到了久違22年的冠軍。這裡是老 K 足球新聞，一個有溫度的足球頻道。朋友們，謝謝你們點個讚、評論一下、再熱推和分享。咱們明天再見。